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格力小方板的内机与外机通讯的电路。它的标志性元件就是这两个光螯是并排的。首先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零线与信号线之间的电压是怎样变化的。我们选择一下，然后我们测量。这个黑线就是它的信号线，这个蓝线是它的零线，中线呢是火线。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下零线与信号线之间应该有这样跳变的电压，有跳变的电压基本上证明它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跳变电压，证明这个电路没有工作。当通讯电路有故障的时候，它的故障代码是 E6， 它的供电在外基板上。因为我们的光螯是格力元件，它的内部是 3.3 伏，也就是外基板内部供电是 3.3 伏，而内基板呢也是 3.3 伏。在光螯的这一端呢，它的地线为零线，以零线为地线，然后呢在这端整流滤波以后，得到一个 55.4 伏左右的电压，来给内基板和外基板连接部分的通讯电路供电。而光螯靠 MCU 一端也是有跳变电压的，但是这个跳变电压是非常低的，因为它的供电是 3.3 伏。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可以这样测量它的跳变电压，只要有跳变电压，基本上呢就证明它的电路是正常的。这个光螯呢是接收光螯，这个光螯呢是发送光螯，是外基板向内基板发送的光螯。变频空调的内基板与外基板一共接了4根线。首先这根黄绿线呢就是地线，外接的大地线，接外壳。这个线也就是这个电路呢，它接了2个歪电容，这2个歪电容的引脚分别接在这个地线上，同时另2个引脚，一个是接零线，一个是接火线。这端还有一个放电管，也是接在我们这个地线上，同时这个放电管这端接在我们这个压敏电阻的2个引脚上，这2个引脚是接在一起，接在放电管上。然后压敏电阻的另外2个引脚，一个也是接零线，一个接火线。其余的3根线，火线、零线、信号线，在这个通讯电路里，这个电容就是我们的这端的供电滤波电容。从火线通过这个 13K 电阻进来，再通过这个 13K 电阻进来以后，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接在我们这几个元件的这端，这个分别是一个二极管的负极，一个电阻的这端和一个稳压管的这端。我们这3个元件这端接在一起，接在零线上，以零线为地。而这端呢，就是通过这2个电阻线流，这个二极管整流以后，通过稳压管稳压，再经我们这个大电容滤波以后，得到一个55伏电压，给通讯电路供电。而这端得到的55伏电压给这个光螯的4角进行供电，这个光螯是发送光螯，然后这个发送光螯的3角和接收光螯的1角接在一起，接收光螯的2角通过这个电阻，再通过这个二极管接在我们的信号线上，这样就组成了格力端的通讯电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格力小方板的内基板和外基板的公共通讯部分是由外基板进行供电的。另外它的这端是与 MCU 进行通讯的。首先呢，这个光螯的1、2角，因为它是发送光螯，所以它的2角接了这么一个3极管。很显然，由于这个发射光螯的1角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在 3.3 伏，2角接在这个3极管的极电极上，它的发射极又是接地，基极是通过线流电阻接在我们这个 MCU 的34角上， MCU 34角输出高低电平，就能够控制3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这个光螯的1、2角内部发光管的发光，从而控制4、3角的导通截止，从而把这个信号通过信号线向我们的内基板进行传输。而接收光螯是由这个稳压管从55伏上得到电压，然后
再接到我们这个光耦的一角，这个光耦的二角通过这个电阻和这个二极管接在了我们的信号线上。信号线传来的信号呢，就是高低电平，然后呢使我们这个光耦的一二角内部发光管发光，从而使四三角导通与截止。这个接收光耦的四角同样有一个上拉的电阻接在 3.3 伏上，然后它的三角就是接收引角了，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在我们这个三极管的基极。这个接收三极管同样是发射极接地，极电极通过上拉电阻接 3.3 伏，再通过100欧电阻接在我们 MCU 的40角。它的基极是通过限流电阻接在我们这个光耦的三角上，这样这个光耦的导通与截止就控制了这个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把接收的信号送到我们的 MCU。 这是它的电路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